很多人一听到癌症排行，第一个反应可能是不是大肠癌排第一？乳癌不就是女性最多？是不是大家都怕的癌症才排前面？答案可能会让你小小愣一下。根据最新的台湾癌症登记报告，肺癌已经连续多年居全台癌症新发生率第一名。今天这支影片要做的，不是用数字吓你，也不是说大家都有机会得癌，而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带你了解台湾目前最常见的癌症是哪些，为什么他们会排在前面，与日常生活、年龄、饮食、环境等常见因素有什么关系？这些资讯有多少是你真正知道的，有多少是你以为的，但其实不一样。从肺癌第一名开始，我们一段段来讲清楚。第一个出现在榜首的就是肺癌，没错，它已经连续多年在台湾癌症新发生数中排名第一名。很多人以为肺癌一定跟抽烟直接相关，这确实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风险因子，但事实上肺癌并不是只发生在抽烟的人身上。台湾肺癌高发的原因是多重的：空气污染与环境暴露、二手烟、厨房油烟、年纪变大后肺功能累积损伤、某些职场或生活习惯的长期影响。肺癌最让人感到麻烦的一点是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，咳嗽、气喘、胸闷等症状很容易被误认成感冒或是年纪大后的正常状况，所以肺癌在发病时很容易被忽略，等大家察觉时就可能已经进入比较后期。这也是为什么肺癌能居冠，它不是突然发生，而是累积很久才浮出水面的结果。排行第二的是大肠癌，它是台湾10大癌症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。大肠癌的高发很大程度与饮食生活习惯密切相关，现代人的外食比例越来越高，精致淀粉、红肉、加工肉品的摄取变多，而蔬菜与高纤维食物摄取不够，都会让肠道环境变得比较脆弱。除此之外，久坐、运动量不足、肥胖代谢问题都是大肠癌发生的关键因子。不同于某些一开始没有症状的疾病，大肠癌在早期可能出现大便习惯改变、血便或便血、腹痛或消化不良感增加，这些通常不会马上让人高度警觉，所以常常是等到比较晚才发现。因此大肠癌常被排在癌症排行榜前面，不是因为它一定比其他更可怕，而是因为它和我们生活方式最紧密连接。排行第三的是女性乳癌，这一点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。乳癌在女性族群中发生率通常偏高，主要与荷尔蒙、年龄、生活环境等有关。随着筛检普及与健康检查意识提升，越来越多女性会定期做乳房摄影或规律检查，因此早期发现几率也提高。乳癌常被排在前面的另一个原因是，虽然它不一定在每个年龄段都高发，但在中老年女性族群中，它的发生率是相对比较突出的。许多人会以为乳癌只有某些族群才会得，但事实上它与年龄累积、荷尔蒙改变，甚至某些生活习惯都有关系。所以乳癌排在第三，既反映了它在女性族群的高发现率，也说明了定期检查的重要性。接下来我们讲肝癌。肝癌在台湾一直都是癌症排行榜里的前段班，这一点其实非常具有台湾特色，也跟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健康背景有很大关系。很多人对肝脏的印象是没痛就没事，但肝脏是一个非常能忍的器官，就算状况已经不太好，它也不一定会马上让你感觉不舒服。这就导致很多人平常生活一切正常，却不知道肝脏其实早就承受了长期的压力。肝癌之所以常见，很大一个原因是慢性肝脏问题的长期累积，不论是过去的肝炎感染，或是常年肝功能反复发炎、修复再受损，这些都不是1天2天造成的，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果。很多人真正忽略的不是喝不喝酒，而是肝脏有没有持续被追踪，因为没有症状就以为没事，反而错过了应该注意的时间点。这也是为什么肝癌在排行榜上一直没有消失，而是稳稳地排在前面。
第6段我们来讲射护腺癌，这是一种主要发生在男性身上的癌症，而且随着年纪增加，出现的比例会明显提高。射护腺本来就会随着年龄慢慢变化，细胞发生改变的几率也会跟着增加。这也是为什么射护腺癌在中老年男性族群中特别常见，而在年轻族群中相对少见。它比较麻烦的一点是，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，很多男性即使已经有一些排尿改变，也常常会以为只是年纪大了。射护腺肥大并不会特别放在心上，等到检查发现时，往往已经过了一段时间。射护腺癌能排进前几名，也反映了一个现象：男性普遍比较少主动做健康检查，很多问题不是没有出现，而是没有被发现，这使得射护腺癌在统计上显得特别突出，也提醒男性族群，随着年纪增加，健康关注的重点本来就会不一样。接下来这一段，我们把口腔癌和其他同样常见的癌症一起整理来看。口腔癌在台湾一直是一个需要被特别注意的癌症，因为它和特定生活习惯的关联非常明确。口腔癌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在于，它其实很早就看得到变化，嘴巴里的小破洞、溃疡、肿块，如果长时间没有改善，本来就应该提高警觉，但很多人会选择忽视，觉得只是不小心，只是火气大。这种再观察一下的心态，往往让问题一拖再拖，等到真的觉得不对劲时，状况往往已经比较明显。这也是为什么口腔癌在排行榜上长期存在，而不是偶尔才出现。除了口腔癌之外，像是甲状腺癌、胃癌、皮肤癌、子宫体癌也都稳定出现在10大名单中。它们的共同点不是突然爆发，而是和年龄、环境、长期生活条件有关。排行榜的存在其实是在提醒我们，某些风险是长时间累积出来的。看到这里，我想帮你把癌症排行榜这件事重新放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位置上。排行榜并不是在告诉你下一个就是你，也不是在预测个人命运，它其实是一种统计结果，用来反映整体社会的健康状况。排行前面的癌症通常有几个共同点：发生人数多，和年龄结构有关，和生活环境或长期习惯有关。肺癌、大肠癌、乳癌、肝癌、射护腺癌背后都各自对应到空气品质、饮食形态、筛检普及、慢性疾病累积等不同因素。如果你只是看顺位却不看原因，就很容易被数字吓到。但当你把原因看清楚，就会发现排行榜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哪些地方值得多注意，哪些生活习惯对身体影响特别深。真正重要的不是名次，而是你能不能从这些资讯中知道该把注意力放在哪里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在这些癌症里面，哪一个是你之前最意外，或者你觉得最想先了解更多的？是肺癌，还是大肠癌，或者你觉得乳癌、肝癌、射护腺癌也很重要？在留言区打出来，我会看大家的想法，这样我们下一支影片就可以先从最多人想知道的那一种开始讲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帮你更了解了台湾最新癌症顺位，请帮我按个赞，也可以分享给你关心的人，让更多人一起知道最新资料，不必胡乱猜，也不被错误印象迷惑。这个频道未来会继续用清楚、简单、踏实的方式把健康资讯整理给你。记得订阅健康笔记站，下一支我们再一起聊。